今天我们学这个。你还在害怕给对手发小球吗？发接发总慢一拍，可能是你还不会启动。明明做了启动，为什么依然移动不了？感觉重心被卡住，无法登出，甚至挡个圆网球都会被晃，或者感觉重心飘忽不定，控制不住。为什么别人超级被动也能快速启动？还有，为什么启动总是比对方出手慢一拍？究竟怎么样才能卡准？常提到的开合启动与小跳启动又是什么呢？一个视频解决你所有关于羽毛球启动步的基础难题 ，Let's go！ 视频中使用的球拍是川崎弓箭 Z500， 高性价比、超轻进攻球拍，速攻杀球，新手也能轻松拿捏哦。为什么不能没启动？当身体移动时，启动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完成变向。没有启动，在变向时重心调整速度大大降低。当身体静止时，缺少启动将无法将重心向球落点快速有力的蹬出。缺少启动还会影响反应时间。这里明明看到球了，但无法控制身体快速做出反应。那么，如何做一个快速精准的启动呢？我们先来学习原地的。首先要明白启动时重心在哪里。很多球友发小球后喜欢重心前倾，此时重心在右腿，则启动时左腿将完全无法蹬的，而右腿的蹬地方向是向上的。对方出球后判断球落点在身体左后方，则需要右脚向身体右前方蹬出，从而推动身体移动。然而当重心压在右脚时，右脚第一时间只能向上蹬出重心。只有发球后快速将重心调整至身体中间，此时启动右脚的位置在重心右前方，即可迅速将重心向左后方蹬出。因为启动并不是向下蹬的，向下蹬的只会让重心弹起，而我们要的是将重心平行蹬出。启动时身体重心只有在两腿之间才能做到这一点。注意了，很多球友击球后启动不了，都是因为击球后重心是倾斜的，而他们着急后退，忽略了调整重心。等需要启动时，重心还是倾斜状态，当然就移动不了了。正确的做法一定是击球后先把重心调整稳定了，再后退。击球后先把重心调整至双腿中间，再回位，则启动时便可将重心直接蹬出了。不要慌，击球后先调整重心才是最快的。发球后调整重心平衡，球落点在身体右前方，则将左脚向左后方蹬出，重心将快速向左前方被蹬出，利用重心被蹬出的力完成移动与击球。击球后快速将前移的重心收回至双腿中间，准备启动。对方挑球则右腿发力前蹬，将身体向后蹬出。启动时重心调整学会了，但为什么移动中感觉身体很飘呢？这是因为重心太高了。可是如果直接压低重心，不仅启动时很难蹬出，而且移动速度也大大降低。启动时应该如何正确的压重心呢？启动时怎样可以让双腿像弹簧一样弹出去呢？这里的压指的是髋部向下压，降低髋部，从而压缩腿部肌肉，而不是单纯弯腿哦。启动还一定伴随着双脚同时离地，启动时一定会出现一个身体悬空状态。从击球到悬空状态时，不用刻意压重心，身体落地在瞬间，髋部下坠，压低重心。压低重心后，再选择与身体移动方向相反的腿向外侧蹬出，将身体平着反弹出去。击球后不可将重心一直紧张压低，不然影响重心调整速度。那么问题又来了，这个身体悬空的状态是什么？又应该何时进入呢？
双脚离地是为了在落地时获得更大反作用力，从而快速蹬出重心。何时进入双脚离地的状态，就是我们常说的启动时机。只有做好这一点，才能真正学会启动步。关于启动时机，首先我们提出一个标准，在对手击球瞬间正好将身体蹬出。可是对手击球瞬间还不知道球往哪飞，怎么选择相反方向的腿蹬地呢？这就要求了在对手击球前要让身体处于离地状态，养在注意力很集中下依然无法正好卡在对方击球时蹬的。这是因为大脑意识到需要蹬得到身体实际给出反应需要时间，而羽毛球出速度是要快于这个时间的。蹬地时球已经飞出一段距离了，此时已经明确了落点方向，则左脚蹬的完成启动。启动时机的重点是要卡准双脚离地时机与落地时机。你只需在对方击球前完成双脚离地。离地时机需要在对方击球前让身体离地达到最高点，此时发现对方开始击球，便可快速下坠重心落地完成启动。也就是说，目标是卡对方击球时蹬的，实际上是卡对方击球时双脚离地已经达到最高点。有的球友理解成对方击球瞬间才开始启动，则在身体到达离地最高点前无法下坠重心。此时等到可以下坠蹬地时已经来不及了。所以在对手击球前，不仅让双脚离地，还要在对方击球时已经达到了离地最高点。这样才是卡准对方出球，并且不会找不准启动方向的方法。击球后，先调整重心至双脚尖，选择合适的启动时机，让对方击球时身体离地达到最高点。对方击球后，快速下坠，压低重心，完成启动。这就是想做好启动点基础内容了。下期视频告诉大家移动中启动的奥秘，我们下期见。